如果在规则怪谈里给你自己编辑一个异能，你会怎么编？我穿越到一个奇怪的规则怪谈里，在这里被选中的100个幸运儿需要自行编辑一个异能，无任何使用限制，代价是被全民监视。如果被人猜出来的话，就会死。但我好像发现一个 bug， 规则可没说字数限制啊。前一秒我还在家里看顶上战争，正讨论着红狗和白胡子谁更厉害，下一秒就穿越到了这个奇怪的规则怪谈里。我的脑子里顿时冒出了几条规则。规则1，你需要为自己编辑一条异能，仅自己可知。规则2，100位幸运儿将受到全民监视，任何猜到异能的监视者将无任何代价获得幸运儿的异能，原主则会死亡。规则3，生存至最后的一名幸运儿可以将怪谈世界里获取的一切带回到现实世界。规则4，监视者不得以任何行为方式影响幸运儿，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行动、恐吓等行为，但仅可以通过观察总结异能。规则5，猜异能只需要表达清楚异能的核心发动条件、效果或者展现形式等，任何语言皆可，不需要一字不差。规则6，限定时间内幸运儿的异能无人猜到，则通过猜测完整度100%判定强制 PK。规则7，幸运儿可随意使用异能，但请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一经违反直接淘汰。规则8，请牢记自己的异能，世界意志将不定期验证，幸运儿若遗忘自己的异能，则将被抹杀。其他的规则我都能理解，唯独最后一条。规则9，敬请期待，咱讲话了。这条你还不如给我2窝我吃吃，保不齐他会随时更改规则。人在怪谈中不得不低头，我还是赶紧想想怎么编辑自己的异能吧。环视一周，我身处现代平行世界，看来有些违法乱纪大杀伤力的异能就不能用了。我的周围其他99个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的幸运儿也在迷茫当中。好在编辑异能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我正仔细思考怎么把异能弄得足够复杂呢。旁边有个傻缺突然开口：我操，我能隐身了！随着话音落下，那哥们儿缓缓地消失在大家眼前。我猜他的异能是隐身，判定成功，异能剥离中。那个猜中了答案的群众高兴地大跳了起来，而口不择言的那哥们儿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众人面前。闹呢？没看规则吗？怎么还有这种傻缺？伴随着第一个幸运儿的死亡，其余的人除了惊吓也明白了过来，异能千万不能让监视者们发现。只是大家都是一文不带的来到这个怪谈世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监视者是所有人，所有你能见到的任何一个人，想想都可怕。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异能多长都行吗？只要自己能记得就行，这不来活了吗？我的异能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要炫酷，都异能了，不花里胡哨的怎么能行？二是有一定的战斗力或者防御力，万一出现点什么意外还能招架2下，毕竟是个规则怪谈世界。三则是需要能搞到钱，或者异能本身好就业也行，但我还是决定直接来钱比较省事，都穿越了谁还打工啊？四需要隐蔽，绝对不能让人观察出来，甚至在后期的怀疑完整度比拼的时候，要保证隐藏的信息足够多。五的话我也敬请期待，所以我的异能是：当我结寅丑申卯子亥酉丑午戌寅巳丑申卯印，喊一声大坝谁修哈，我的皮肤会产生绝对防御，直到我的下一次小便，尿液会凭空多出0.666毫升，并且掉5根头发3根眉毛，额外代谢100个血红细胞。头发和眉毛落地之时，世界上会随机生出8个大肠杆菌和2只草履虫。当额外的100个血红细胞代谢完成，天空会凭空出现一个 H2O 分子，以及我银行卡里的99万元。鬼椒先生的结印手势我早就学会了，这些监视者光是研究这个就得一段时间了。既然异能没有使用限制，我肯定要试试啊！随着一声大坝谁修哈喊出，周围的监视者激动的不能自已。这个人是我认识，水遁大瀑布之术，他的异能是水遁大瀑布之术。猜错了，小伙子，判定失败。大家见我没有从嘴里喷出水来，开始分析我是不是在编辑异能时候藏了什么。有人猜我的异能是光结印不喷水的，还有人猜我的异能是结印以后过多长时间喷水的。五花八门猜了半天，没一个沾边的。我懒得理他们，反正他们不能用行为限制我们，只能被动观察。耽搁了一会儿，剩下的几十个和我一样的幸运儿也完成了异能编辑。不幸的是，其中有几位小姑娘还有老大爷连异能是什么都不太明白，自然编辑不出什么东西来，很快就被七嘴八舌的猜了出来，遭到世界意志的抹杀。有一个幸运儿脑子也算是转得快，他编辑自己的异能是存在感，将到所有人都无法察觉。可惜监视者们似乎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全民猜谜游戏了，尽管都没有察觉到那名存在感低的幸运，那些监视者还是走程序一般，挨个念了一大串曾经给他们困扰过的异能，其中就包括了那位的存在感降低。不能耽搁下去了，我得赶紧找个厕所去，我的异能后半部分还没发动呢，晚上得找住的地方，晚饭也要吃好的。一会儿的功夫，新手区的幸运儿又死了10几个，这些监视者经验太充足了，甚至还组织起了专业团队，分析我们到了一举一动的地步。那几个不幸被抹杀的幸运儿就是死在了错题集上，这些人把存在感降低，消失在视野，不可见不可言不可描述的规则类的异能都描述了一遍。异能虽然是随心所欲创造的，但打不过规则怪谈的世界意志。有些离谱的异能干脆就没有生效，比如有人想掐个手势就能回到真实世界，这种异能编辑自然而然的失败了。什么不死不灭谁都无法杀死的异能自然也不可能生效。说到底，我们不过是怪谈世界拉过来的玩具，供他嬉戏取乐罢了。想不通根本原因的天真幸运已经死得一口气都没了。我舒畅的上了个厕所，喜提99万巨款。上个厕所的功夫，幸运儿已经全部完成了异能编辑。这时候新的规则再次降临了，补充规则：监视者请回归正
常生活，且不得语言扰乱异能者。猜测答案自己心里默念即可。这条规则我还挺满意的。说实话，每天被一大堆人围着猜，跟看猴子似的。幸亏我不是社恐，不然光是这样就比抹杀还难受了。肯定有人注意到了我银行卡里多出的99万来，但那又怎么样呢？最多就是有人猜我结了硬喊了大坝谁羞喝，银行卡里多出来99万呗，大错特错。我不信有人能观察细致到看我上厕所期间掉了几根头发几根眉毛，我更不怕自己忘了。最容易搞混的是结印手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0.666作为一个老铁自然不会忘。5月3号生日，5根头发3根眉毛，5+38个大肠杆菌，5减3 2个草履虫，100个血红蛋白换99万加1滴水，完美。上完厕所出来，我看见还活着的幸运儿已经聚成了好几堆，保证自己的暂时安全。这种热闹我自然是要凑一凑的。人群中正在说话的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正在呼吁大家互相帮助，团结起来一起面对这诡异的局面。有一部分人响应了，但更多的是默默观望。除了生存，现在大家需要直接面临的问题是晚上吃什么住在哪里。有几个人的异能估计是和搞钱有关，但这种时候都不愿意使出来，用的多暴露的就多。不管自己是怎么编辑的，总归是有迹可循的。万一为了解决临时的困境暴露了异能划不来，而且规则也说了，我们这些人最后幸存的只有一个，吊桥效应都不好使，大家是对立状态。西装男眼看情势没有按照自己设想的规划来，上蹿下跳的鼓动大家团结，只可惜收获寥寥。这时候一个老大爷出场稳住了局面。大家都不想死，但团结太难，毕竟最后只能活一个。我提议几人一组结伴，谁不幸去世，其他人把遗言带回现实。众人思考了片刻，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了老大爷的建议。然而问题又来了，大家穷的只有身上一身衣服，连加个联系方式都办不到。就算是写遗书，连笔和纸都没有。人前显圣的时候，这不就来了吗？大家一人一台手机，联系写遗书都方便，钱的事我来搞定。我感觉自己目前安全的很，大方一下也没什么，手上有着99万呢，这能买多少手机啊？大不了再去尿一泡。我直接领着愿意交托遗言的众人奔往商场，横扫了好几家手机专卖店，才把众人的手机都凑够。剩下那几个不愿意跟大家接触、悄悄离开的人，自然不会有人在意了。好在怪谈世界虽然没给我们带钱，但身份证还是有的。办电话卡折腾了一番，大大小小弄起来10几个群，终于把几十个幸运儿都联系起来了。老大爷提议的小团队行动也得到了大家的响应，有3、5个人一起，起码有个照应。逛商场的时候，我又去上了个厕所。补充规则：世界出具大荧幕，所有对异能者的猜测将出现在大荧幕上，除完整猜出的异能者直接抹杀外，每日抹杀怀疑度最高、信息吻合最多的异能者。随着规则落下，天空中凭空出现了一张大荧幕，上面是我们这些人的名字，排在最底下的就是已经猜得差不多的人。现在最下面的那个人，异能是瞬移，发动条件已经被猜出来了，手指画个字母 D， 差的是距离，还有穿透戒指条件的。不过这些监视者就是无孔不入的，高速摄像机大数据能用的全用上了。这哥们儿的异能暴露只是时间问题了，除非他再也不用异能。这哥们儿也在我们人群中，现在已经脸色煞白，整个人都陷入了慌乱中。排在后面的人脸色都也不怎么好看。本来小团队分组的计划让大荧幕的出现直接打乱了。那个瞬移叫刘洋的家伙，没人愿意和他一起组团，大部分人都找我表示愿意和我组团，并且尽量帮我隐藏异能。我是这些人里花钱最自由的人，吃饭喝水生活总得花钱吧，异能变现也得时间，当然是找现成的最好了。我挑挑拣拣，最后选了个清冷的妹子，一个2次元男孩，还有一个高中生。我邀请过那个老大爷，老大爷婉拒了，他觉得和我们年轻人有代沟，不好沟通，选择了几个同样年纪不小的人组团了。最后我把那个叫刘洋的哥们儿拉过来了，暂时不要用异能的话，赌别人被猜到的更多就能活下来。刘洋感恩戴德加入了以我为首的团队。谢谢你愿意收留我，顾生哥。别说废话了，既然进来了，就听指挥，咱们一起活下去。大荧幕上我的排名在第2，毕竟暴露了一些面上的东西，监视者们得到的信息还是很多的。结印大坝谁羞啊？上厕所99万都这么多了，还能排第2？清冷妹子叫林雪排第1，2次元男孩叫陈强排11，那个高中生刘一墨排16，刘洋就不用说了，排最后一名。后面的人名字已经是灰色的了，不加入排名，都是已经被猜出异能抹杀的。我叫龚生，今晚咱们先好好吃一顿，然后再找个舒服的地方住下。不管明天怎么样，今晚得过得像个人样。之前的补充规则不让监视者打扰到我们的正常生活，算是解决了大麻烦。不然吃个饭，一群人在旁边看着，时不时还大喊大叫。找了家富丽堂皇的大酒店，要了个包间，包间不是问题，只要你愿意出钱点菜的时候，我完美的诠释了暴发户的气质。什么贵点什么，什么东西没见过点什么，就是一个不怕花钱。林雪在原来的世界家境不错的样子，反正我是没看出来她有什么不适应。陈强和刘一墨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这种大餐也很惊讶欢喜。刘洋被排行榜的死亡名额压着，连吃饭都没心思。有什么想留下的，或者是想交代的话，就趁现在写下来吧。我递给他一个本子一根笔，谁也不是圣母，大家结伴而行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谁死了能把最后的话带回原本的世界吗？刘洋还在犹豫，大家也都没劝，本来也不熟，相随走一段路的交情，还是顾自己的好。刘洋沉默地收起了本子，一声不吭地吃着饭。相比于他，我们几个就欢乐多了。我还要了瓶酒，小小的庆祝一下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成立。就算是再自信，我也不会猖狂地认为自己的异能是最后一个猜出来。与其担惊受怕，不如利用已经有的能力先享受享受。能活到最后固然好，即便是真有那神人能打败我，我也不能当个饿死鬼不是。从酒店出来的时候，
后，大家都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空的荧幕，其他几人的排名暂时没变。刘洋跳到了79，最后一名是80，大家高兴的气氛被冲淡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又少了3个人，找了间豪华的酒店入住。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排名算是最稳的，得益于我开局钱比较多，所以暴露的异能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在我的金钱保障，再加上排行榜上不断消失的压力，大家很有默契的不再使用异能了。可惜这个怪谈世界不会让我们这么消停下去。第二天早上8点，第79名被抹杀刘洋成了73。补充规则：异能者每日必须使用异能超过3次以上，否则将进行抹杀。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刘洋把本子交给了我，共生哥，我怕是挺不过今天了。本子上写了我爸的电话，共生哥，你要是能出去帮我打个电话，把这个本子交给他，就说他儿子不孝，不能替他养老了。眼眶里缀着满满的泪水，我有一瞬间突然感觉很难过，也为自己的小聪明感到愧疚。可惜天空上再次消失了2个名字，让我短暂的愧疚感瞬间消失。放心，如果我能出去，一定帮你带到。如果我也失败的话，我会把本子交给其他人，直到交到那最后一个人手里。今天加了新的规则，每个人都要使用异能至少3次。刘洋说他瞒不住了，肯定会暴露的。饭后他和我搭伙上厕所，从厕所隔间瞬移到另一个隔回之后，悄无声息地倒在了马桶上。这帮畜生在厕所都装了监控。我沉默着一个人回到餐桌上的时候，据他2个人顺同明白了，刘洋不在了。我们又开了一瓶酒，祭奠这位短暂的队友。大荧幕被做了优化，不用在户外看天空了，只要是抬头就能看到。所有人的名字后面多了3个框，我的已经画了2个对勾了，表示我已经使用了2次异能。陈强1个对勾，是他刚刚离开视线做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异能是什么。刘一墨当着我们面的消失了几秒钟，也是1个对勾。林雪3个对勾全满，在此期间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截至晚饭期间，我们都完成了异能使用任务。那鬼扯的无代价无使用限制次数就是开玩笑的。现在大家都恨不得没有异能，永远不要用，生怕被猜出来。排行榜上只剩下57个名字了，剩下的都变成了灰色。陈强死了，不是被猜出了异能，而是死在异能者手里。第3天的时候，新的规则更新，补充规则：异能者以任何方式查明其他异能者能力，将获得3天绝对安全保护期，不可叠加。这代表着幸运儿之间的互相攻击不再需要遵守这个世界的法律法规。人是最善于解读规则的，抓其他异能者拷问还需要时间，3天安全保护期是好，但直接干掉其他所有异能者，只剩自己一个人，不就不用再猜来猜去了吗？规则刚刚落下，我们就受到了袭击。陈强走在最外面遭了毒手，我最后也不知道他的异能是什么。好在他在前一天写了遗书，正安安静静的躺在我的裤兜里。刘一墨那个瞬间消失的能力救了他一命，我放了个大坝。谁修哈激活绝对防御，带着林雪跑进了就近的警察局。异能者可以互相伤害，但不能伤害这个世界的其他人，玩的真绝啊！异能隐蔽，没伤害会被其他异能者攻击，威力大能力强又太容易被猜到，怎么看都是一个死字。好在我的异能虽然没攻击力，但抗伤害还是不错的。林雪到底是什么异能？到现在了还是排在第1，怀疑进度是恐怖的0%，而且他今天的3次使用任务又完成了。这一天大荧幕上的名字一个接一个的变灰色，我们在警察局瑟瑟发抖，躲了一天，如今只剩下31个人了。刘一墨的排名降到了30，我们心照不宣的分开了。他是岁数小，不是脑子笨，他想活下来，只有把前面30个拉下水才有机会。我们自然不会挨着一个即将疯狂的异能者，最重要的是我们都不了解他的异能，这时候体面的分开是最好的选择。他没有把握，或者是还没下定决心干掉我和林雪，我也并不是很愿意手染鲜血，毕竟现在的我还算是安全，不能再满世界溜达了，需要考虑弄一个藏身之地了。我在警察局联系了安保公司，雇了20辆车50个保镖，有钱就是可以任性。在一众保镖的护送下，我和林雪成功来到了一处售楼处，有一套自己的别墅，在安置足够的安保力量，既可以隔绝监视者的视线，又可以防备异能者。私闯民宅和往别人家里安监控都是犯法的，大不了让那些监视者分析我的下水道去，看看我的尿有什么不一样的。林雪，现在外面暂时安全了，作为排行榜的第1名，我想我们该好好谈谈了。我相信林雪杀不死我，但到最后的 PK 环节是根据怀疑度来，她现在一点信息没暴露，而我已经暴露了12%了，最后死的人会是我，但我不想死。林雪是个聪明人，自然懂我说的话。哼，说真的，你当初为什么选我组队？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我有钱吗？在初始设定阶段，我评估了每个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数据表明你的胜算最高，我只做有把握的选择。开玩笑的吧，把瞎蒙的说的这么上档次，你这心理战术玩的挺溜啊。你别不信，我辅修过临床心理学，在我的判断里，我从来没看错人。你看人准有什么用？万一我编辑的是个垃圾异能，分分钟被猜出来，那心理学也救不了命。很明显没有，而且根据我以往的经历，我的运气一直都还不错。我沉默了，大家这儿规则怪谈呢。小姐姐你搞玄学，为什么？我问的是，他既然觉得我能胜出，为什么靠近我？因为我的异能其实非常普通，我没有任何自保能力。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我需要一个能活到最后的人来提供庇护。但我有必须回去的理由，或者说，我有必须带回去的某些关键信息，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生存。
或者说必须带回去某些信息，可以是我本人，也可以是我信任的人，所以你选择的人是我。林雪告诉我，这样的规则怪谈已经不止降临过一次了，国家已经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研究了很长很长时间。林雪是这个研究团队的一份子，他说的那些量子啊、时空啊、中微子啊什么的，我完全听不懂。但我知道一件事，他们的研究团队从来没能在规则怪谈世界里带回任何信息，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都是从幸存者嘴里得来的。如今他有幸进入这里，收集了很多数据，需要有人将这些信息带回去。大荧幕上林雪异能怀疑度突然涨了50%，在他递给我那个 U 盘的时候，监视者发现了他的一部分异能。不光是监视者，我也隐约能猜到，收集数据不光是靠眼睛看的吧？科学家肯定有科学家的检测方式。林雪使用异能具备了这种能力，我答应你。林雪展颜一笑，我们在别墅安置下来，保镖们虽然也在监视我们，不过能挡住那些陷入疯狂的异能者，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林雪来说，她的怀疑度进度一直在增加，我怕她活不到明天。我觉得我要帮林雪了。这个玩弄人心的诡异世界啊，那两个人是夫妻的，照着这上面的猜，一个一个对照，我感觉应该能猜中。我给了林雪一张纸条，上面是我猜到的异能，我要给她争取3天的安全期。哼，开玩笑的吧？这写的是什么跟什么啊？真的会有人在这种生死关头编辑这种无厘头的异能吗？你不懂老六和狗王的世界，照着猜肯定能赌一个。林雪犹犹豫豫，最后在我坚持下还是试着猜了。会不会比正常情况下多吸入10%的气体？判定失败，你别猜我啊，我是水遁忍者，让你一个一个猜，跳过我再开始啊。不好意思忘了，猜到第9个的时候，那位幸运儿的进度涨了20%，就他了。林雪再次犹豫了。真的要这么做吗？如果我们猜中了，那个人就会死，我们这样做真的没问题吗？人是我让你杀的，责任我来担，跟你没关系。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这种牺牲是有巨大价值的。林雪深吸了一口气，我明白了，接下来怎么猜？先调整比例。林雪接着猜，调整了吸入气体的比例。不对，方向错了。我接着指导，通过不停的试错。中午外卖到了的时候，那个人的名字变成了灰色，林雪的名字闪烁着金光。她的异能是每次呼吸吸入肺部的氧气含量比正常情况下多3%。我的内心充满了罪恶感，林雪的心里更是这样。只是数据还要收集，有些负面情绪在大义面前需要压下来。当天晚上，刘一墨的名字变成了灰色，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被杀了还是被猜到了。我的门前收到了30多封遗书或者各色物品，这些人把遗愿堵在了我身上。人啊，真是奇怪的生物，他们信任我，但却不打算放过任何机会想要干掉我。发现自己真的干不掉，就大大方方的拿出遗托。有的人甚至前一刻还在互相厮杀，后一刻那个将死之人却会把遗书交给杀死他的人。林雪要走了 U 盘，他现在用的是一块硬盘，他的进度停滞在50%，受到3天安全期的限制。外面的异能者更混乱了。令我意外的是，那个当初提议大家抱团的老大爷竟然还活着。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花钱买消息啊！门外的保镖监视我的同时，也能在我这儿挣点外快不是？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也要生活的。林雪保护期的最后一天，大荧幕发生了后期最激烈的动荡，除了几个倒霉鬼弄得太复杂，忘了自己的异能被抹杀，最重要的是出现一个老六。保镖们带回了消息，这个老六编辑的异能是感知能力，他能感知到别人的异能运行中产生的能量，从而推断异能的效果、能力、方式等。这货一直在默默收集数据，就等到决赛圈的时候爆了个大的。由于安全保护期存在不能叠加的规定，他把消息送给了原住民，排行榜上瞬间少了一大半。可他并没有多安全，因为他的爆发暴露了自己的能力。3天保护期一过就是他的死期。林雪保护期失效的那天早晨，我的别墅门口来了2个人，一个是那个老大爷，一个是那个感知异能的老六。如今的排行榜上只剩下我们4个人，老六的安全保护期还剩2天，他是最安全的。老大爷的怀疑度也是50%。林雪把硬盘给了我，和硬盘在一起的还有一张纸。接着我的怀疑度一直在涨，异能已经瞒不住了，用不了多久，大屏幕就会公布我的所有信息。就算没被猜中，明天过后最后一名也会被抹杀。公生，你猜了吧？用我的死换你3天的绝对安全期。不了吧，多活1天是1天。我订了豪华晚餐，先吃饭再说。老大爷笑呵呵的接话，是了，天大的事也不如吃饭大啊。小伙子能不能带老头子一个啊？我没有拒绝老大爷的请求，还顺便把那个老六叫上了。老六叫江峰，老大爷叫刘建国，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我叫保镖弄来一张麻将桌，大坝谁修哈2桶。我顺便放了一下异能，完成今天的任务。说到底，现在这个屋子里的人才是一个世界的。林雪走了，走得悄无声息的，她没有跟我打招呼，可是我还是感觉到有一点点难过。女科学家啊，这要换成一个头发灰白胡子邋遢的老头子。爱因斯坦来了，我也不待见他。江峰保护期还没到就把自己作死了，他感知不到我的异能细节，于是袭击了我。他忘了我结印完还没上厕所呢，没伤到我，反而误伤到帮我抓牌的小姑娘了。不能触犯当前世界法律法规的规则，优先级比安全保护期规则高，而小姑娘还是个未成年，顿时江峰被抹杀了。我和老大爷下了一晚上的象棋，因为我们都知道第2天强制 PK 他的进度比我多，我22%，他50%。通宵一晚上下象棋的老大爷走得很安详，我怀疑困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我最后知道了他的异能，老大爷说已经不怕这个世界的人
听到袭击他的异能了，毕竟这是他想到最好的异能了。饭后100步走能活99%，那50%的进度就是100步走。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等着回归，希望规则怪谈世界意志说话算数，让我带走这个世界获得的一切。硬盘只是捎带手的事，大别墅和银行卡里20多个亿更重要好吗？天知道我结了多少烟，手速比卡卡西都快，一点尿都不存的。意识慢慢陷入黑暗，隐隐约约我听见了呼呼的风声，声音越来越近。我努力的分辨，终于听见了那一声：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意识陷入黑暗的前一秒，我还在琢磨着那20多个亿的银行卡该怎么花，别墅的泳池要不要改成恒温等。结果那声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跟炸雷似的在我脑子里炸响，震得我耳膜嗡嗡疼。不是说生存到最后就能把一切带回现实吗？这世界意志玩赖是吧？我猛地睁开眼，眼前的景象和之前的现代平行世界天差地别，没有富丽堂皇的别墅，没有贴心的保镖，甚至连我那揣在兜里的硬盘和银行卡都摸不到，浑身上下还是穿越之初那套家居服。唯一庆幸的是，我脑子里关于自己异能的所有细节，一字一句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数字刻在我脑子里，比我自己的生日都熟。我抬手捏了捏脸，痛感真实不是做梦。环顾四周，我身处一个巨大的圆形竞技场里，竞技场的地面是冰冷的黑色金属，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看台，只是看台上没有任何监视者，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雾气里隐约能看到无数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竞技场中央的我们。没错，是我们。竞技场里除了我，还有11个人，三三两两地站在各处，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和我一样的错愕警惕，还有一丝从生死局里爬出来的狠厉。不用想也知道，这些人应该和我一样，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规则怪谈里活到最后的胜利者。而我们现在又掉进了世界意志设下的第2个局。果不其然，下一秒，冰冷机械音在竞技场的每个角落响起，和上一次的规则提示如出一辙，只是内容更加冰冷残酷。第2轮规则怪谈异能博弈局，规则1：所有参与者为各怪谈优胜者，自带原怪谈解锁异能，异能保留原发动条件、效果及附带代价。世界意志将进行2次验证，遗忘异能者直接抹杀。规则2：本局无监视者猜测环节，参与者需通过异能博弈击败其他对手。规则3：博弈过程中可使用自身异能、怪谈世界资源，禁止使用现实世界物品，违规者直接抹杀。规则4：竞技场将随机刷新规则卡牌，拾取卡牌者可临时修改单一规则，单次生效卡牌效果不可叠加。规则5：本局无团队限制，可结盟可被刺，结盟关系尽在双方口头确认后生效。被刺方将获得被刺方50%的异能强度。规则6：最后存活的唯一参与者将成为世界意志继承者，可掌控所有怪谈世界，修改一切规则。亦可选择带着所有收获回归现实，永不被怪谈征召。规则7：本局无法律法规限制，一切行为以生存为第一准则。规则8：博弈正式开始，倒计时72小时。机械音落下的瞬间，竞技场的地面发出咔咔的声响，10数张泛着蓝光的卡牌从地面的缝隙里飘了出来，随即散落在各个角落。而我脑子里也瞬间多出了一个信息：我从上个怪谈带来的一切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世界意志暂时封存。只要我能在这局博弈里活到最后，不仅能拿回那些财富和硬盘，还能拥有掌控怪谈的能力。至于林雪的那个硬盘，我现在才明白，给我的不只是上一个怪谈的研究数据，恐怕还有关于世界意志的秘密，只是我还没来得及看。一个冷冽的声音响起：世界意志真是把我们当棋子，玩腻了一轮又一轮。说话的是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他靠在竞技场的一根金属柱子上，手指夹着一把泛着寒光的匕首，眼神扫过在场的所有人，带着浓浓的戒备。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血腥味，显然在上一个怪谈里是靠纯粹的杀戮活下来。另一个看起来只有12、13岁的小孩舔了舔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规则卡牌，声音稚嫩却透着阴狠：管他什么局，能活到最后的就是老大，那些卡牌我全都要。说着，小孩脚下一点，身形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朝着离他最近的一张卡牌冲去。而就在他动的瞬间，旁边一个身材壮硕的大汉也动，他的手臂瞬间膨胀了数倍，一拳朝着小孩的后背砸去，嘴里吼：“小屁孩也敢跟老子抢！”小孩似乎早有预料，身形猛地一拐，躲过了大汉的拳头，同时抬手一挥，一道银色的丝线从他的指尖射出，缠向大汉的手腕。大汉吃痛怒吼一声，手臂猛地发力，想要扯断丝线，可那丝线却异常坚韧，反而越缠越紧。不过眨眼间，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而其他人也纷纷动了起来，有人冲向卡牌，有人则先观察四周的对手，还有人直接朝着身边的人发起了攻击。竞技场里瞬间乱作一团，异能的光芒此起彼伏，喊杀声、惨叫声接连不断。我站在原地没动，不是怂，而是在分析局势。在场的11个对手，个个都是从生死局里爬出来的，他们的异能绝对都不简单，而且能活到最后，要么是异能足够诡异强大，要么是心思足够缜密狠厉，甚至两者兼具。我现在的优势是我的异能有绝对防御，只要我结印喊出那句口号，就能一直处于防御状态，直到我下一次小便。而且我的异能附带的那些细节，比如生成大肠杆菌、草履虫这些，对手绝对想不到，也感知不到，这是我的隐藏牌。但我的劣势也很明显，我的异能没有任何攻击性，只能防御。想要击败对手，只能靠智取，靠规则卡牌，或者靠结盟背刺。而且那个绝对防御的持续时间，全靠我什么时候小便。这一点如果被对手发现，会成为我的致命弱点。所以现在最明智的做法，不是贸然冲上去抢卡牌，不是和别人硬刚，而是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观察各个对手的异能，找出他们的弱点，
同时等待合适的时机，拾取一张规则卡牌，为自己争取优势。竞技场的四周不少金属制的掩体，我趁着众人混战的间隙，脚下快步移动，躲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盾牌后面。这个盾牌应该是上一场博弈留下的，厚约半，足够挡住大多数的异能攻击。躲好之后，我开始仔细观察场上的局势，将每个对手的异能和特点记在心里。那个穿黑风衣的男人，异能应该是和速度有关，他的身形快得离谱，而且匕首能轻易切开那个壮硕大汉的皮肤，显然匕首也被他的异能加持过，暂时称他为素人。那个12、13岁的小孩，异能是操控银色丝线，丝线坚韧且带有腐蚀性，大汉的手臂已经被腐蚀出了血洞，暂时称他为蚕丝筒。壮硕大汉的异能是身体巨化，力量无穷，而且皮糙肉厚，被丝线腐蚀也只是轻伤，暂时称他为巨力汉。还有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她的异能是治愈，能在瞬间修复自己和别人的伤口。有2个男人正围着她结盟，想要靠她的治愈能力打持久战，暂时称他为治愈。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人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只要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什么，对应的人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比如他写了某某左腿抽筋，那个冲过来抢卡牌的男人就瞬间摔倒在地，左腿抽搐不止。这个异能极其诡异，暂时称他为笔记男。还有一个光头男人，能凭空召唤出各种枪械，手枪、步枪、狙击枪应有尽有，子弹打在金属地面上火花四溅，暂时称他为枪械光头。剩下的几个人也各有各的异能，有能操控火焰的火焰女，能操控水流的水遁男，能隐身的隐身人，能预知短时间未来的预知者，还有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中年女人，一直站在原地，既不抢卡牌也不攻击别人，只是眼神平静地看着所有人，存在感低到几乎可以忽略，暂时称她为透明女。这些人的异能要么有极强的攻击性，要么有诡异的辅助效果。相比之下，我的绝对防御虽然保命，但想要赢难度不小。就在我观察的时候，那个笔记男似乎发现了躲在掩体后的我，他抬眼看向我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快速写着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反应过来，立刻结印。大坝谁修好？话音落下，一层无形的屏障瞬间将我包裹住，而几乎同时，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呼吸困难，脑子里也传来一阵剧痛。显然笔记男在笔记本上写了关于我的内容，只是因为我的绝对防御生效，他的异能效果被抵消了大半，只剩下一点微弱的痛感。笔记男看到我没事，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显然没想到我的异能防御这么强，皱了皱眉，还想再写什么，却被那个火焰女盯上。火焰女抬手一挥，一道巨大的火球朝着笔记男砸去，嘴里喊着别搞小动作，先解决你这个麻烦。笔记男不得不放弃对我下手，快速在笔记本上写下火球消散。到砸过来的火球瞬间化作一缕青烟，消失的无影无踪。火焰女见状气得怒吼一声，又是数道火球朝着笔记男射去，两人瞬间打作一团。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心里也更加警惕，这个笔记男的异能太棘手，必须早点解决，否则会成为所有人的威胁。而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离我不远的地方飘着一张规则卡牌，卡牌上的蓝光格外耀眼，我脑子里瞬间出现了这张卡牌的效果：临时修改规则，异能发动条件暂时失效，持续5分钟。这张卡牌简直是神卡，如果能拿到它，在这5分钟里，所有对手都无法发动异能，而我因为已经发动了绝对防御，只要防御状态不消失，就能在这段时间里为所欲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看了一眼场上的局势，所有人都在互相缠斗，没有人注意到这张卡牌，而那个隐身人似乎正朝着卡牌的方向移动，显然也盯上了这张卡。我不能让他得逞，虽然我的异能没有攻击性，但我还有腿。我拼尽全力朝着那张卡牌冲去，隐身人的速度很快，但我离卡牌更近。就在他的手快要碰到卡牌的瞬间，我猛地扑过去，一把将卡牌抓在了手里。卡牌入手冰凉，一股信息瞬间传入我的脑海，确认了卡牌的效果，同时也知道了使用方法，只要捏碎卡牌，效果立刻生效。隐身人没想到我会突然冲出来，显然被激怒，一道无形的攻击朝着我打来，打在我的绝对防御屏障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屏障纹丝不动。我捏着卡牌，对着隐身人所在的方向咧嘴一笑，兄弟谢了，这张卡我收下了。说着，我毫不犹豫地捏碎了手里的卡牌。规则卡牌生效，所有参与者异能发动条件暂时失效，持续5分钟。倒计时开始，机械音响起的瞬间，竞技场里的所有异能光芒瞬间消失，那些正在打斗的人一个个都愣在了原地。火焰女的火球停在了半空中，化作青烟；水遁男的水流瞬间落地，溅起一片水花。苏人的匕首从手里滑落，掉在金属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巨力汉膨胀的手臂瞬间恢复原状，整个人因为惯性摔在了地上。蚕丝筒的银色丝线瞬间断裂，飘落在空中。治愈女的治愈光芒消失，她身边的2个男人瞬间失去了保护，被旁边的枪械光头打了个措手不及，当场倒地。笔记男手里的钢笔停在笔记本上，再也写不出一个字。他脸上的得意瞬间变成了惊恐。枪械光头手里的狙击枪瞬间消失，他愣在原地不知所措。预知者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脸上满是茫然。透明女依旧站在原地，只是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而那个隐身人因为异能失效，身形瞬间显现出来，他是个瘦高的男人，脸上满是狰狞，正恶狠狠地盯着我。5分钟足够做很多事，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必须在这5分钟里解决掉几个棘手的对手，为自己后续的生存铺路。我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笔记男，他的异能太诡异，只要给他机会，他能轻易解决掉所有人，必须先除之而后快。我朝着笔记男冲过去，他因为异能失效，根本没有反抗能力，只能转身就跑，但他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我几步就追上了他，抬脚一脚踹在他的后背，将他踹倒在地。笔记男回头看向我，眼中满是恐惧，嘴里喊着：“你不能杀我，我可以和你结盟，我能帮你解决所有人。”我冷笑一声：“结盟？算了吧，我信不过你这种人。”弯腰捡起地上的钢笔，直接朝着他的胸口刺了下去。笔记男的身体瞬间僵住，眼中的光芒慢慢消散，他的灵魂被世界意志抽走，身体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了竞技场里。解决了笔记男，我第2个目标是那个枪械光头，他的攻击性太强，而且手里还有各种枪械。虽然现在异能失效，
效，但如果等他的异能恢复，我会很麻烦。枪械光头此时正躲在一个掩体后面，试图找到自己的枪械，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我冲过去的时候，他拿起地上的一根金属管朝着我砸来，我抬手挡住，反手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将他的鼻梁打断。枪械光头痛呼一声倒在地上，我没给他机会，抬脚对着他的脑袋狠狠踹了几下，直到他的身体化作青烟消失。接下来是那个蚕丝童，这小孩心狠手辣，而且异能极其难缠，留着他也是个祸害。蚕丝童此时正试图躲进竞技场的缝隙，我快步追上他，他回头看向我，眼中满是怨毒，嘴里喊着：“你敢杀我！等我的异能恢复，我一定会把你铲成肉酱！”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将他提起来，狠狠摔在金属地面上。可惜你没机会了，小孩的身体很轻，这一摔直接摔断了他的几根骨头，他的身体也化作一缕青烟消失。短短2分钟，我解决了3个最棘手的对手。竞技场里的其他人都被我的狠力吓到了，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我。而那个隐身人趁我解决其他人的时候，偷偷溜走了，躲到了竞技场的另一边，显然是怕我对他下手。我看了一眼倒计时，还有2分30秒，剩下的时间我没有再继续杀人，而是开始收集散落在各处的规则卡牌。刚才捏碎了1张，现在竞技场里还有不少卡牌，我快速捡起了4张，别是临时修改规则，自身异能强度提升100%，持续3分钟。临时修改规则可屏蔽一名对手的异能感知，持续10分钟。临时修改规则将自身异能的附带代价转移给一名对手，单次生效。临时修改规则，竞技场随机刷新一件怪谈世界稀有物。这4张卡牌各有各的用处，关键时刻能保命。就在我捡起最后1张卡牌的时候，倒计时结束了，规则卡牌效果失效，所有参与者异能恢复正常，机械音再次响起，竞技场里的异能光芒再次亮起。那些剩下的对手一个个都用惊恐和警惕的眼神看着我，尤其是火焰女和素刃，他们的眼中满是杀意，显然把我当成了最大的威胁。治愈女突然开口，她的声音冰冷：“小子，你杀了我的人，我要你偿命！”刚才我解决枪械光头的时候，顺带解决了他身边的一个盟友，他显然记恨上了我。治愈女身边还有一个盟友，是那个预知者。预知者看着我开口道：“我看到了，你会死于火焰和利刃之下。”我冷笑一声：“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预知准不准。”我冷笑一声，再次结印喊出口号，确认自己的绝对防御还在。现在我还没小便，绝对防御会一直生效，他们的攻击根本伤不到我。火焰女抬手一挥，数道巨大的火球朝着我砸来。素刃则身形一闪，手持匕首朝着我冲来，匕首上泛着寒光，显然是用了异能加持。治愈女则在后面为他们2人加持治愈效果，防止他们受伤。火球砸在我的绝对防御屏障上，发出砰砰砰的闷响，屏障纹丝不动。素刃的匕首刺在屏障上，发出叮的一声，匕首被弹开，素刃的手臂被震得发麻，连连后退。火焰女满脸不敢置信：“怎么可能？你的防御怎么这么强？”她的火球威力巨大，就算是巨力汉的身体也能被她烧出大洞，却连我的防御屏障都破不了。我抬手拿出那张自身异能强度提升100%的卡牌，捏碎了它。没什么不可能的，就凭你们这点本事还想杀我？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绝对防御屏障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脑子里还多出了一个信息：我的异能附带的那些效果也跟着提升了100%。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小便，尿液会多出1.332毫升，掉10根头发、6根眉毛，代谢200个血红细胞，生成16个大肠杆菌、4只草履虫、2个 H2O 分子，还有198万。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我手里还有一张将自身异能的附带代价转移给一名对手的卡牌。我将目标锁定在了火焰女身上，我捏碎这张卡牌，心里默念：将我异能的附带代价转移给火焰女。规则卡牌生效，异能附带代价已转移给参与者火焰女。机械音响起的瞬间，火焰女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她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的掉，眉毛也开始脱落，她捂着头疼的尖叫起来：“我的头好痛！我的头发怎么掉了这么多？”我心里暗笑，这就是我异能的附带代价。虽然这些代价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突然出现还是能给对手造成不小的麻烦。尤其是火焰女现在正在发动异能，突然被这些代价影响，异能瞬间紊乱，她发出的火球瞬间失控，朝着旁边的素刃砸去。素刃躲闪不及，被火球砸中了胳膊，胳膊瞬间被烧出一个大洞，疼得她怒吼了声。治愈女想要为她治愈，却被我扔出的一块金属片砸中了手腕，治愈的光芒瞬间消失。趁此机会，我朝着他们冲过去。虽然我的异能没有攻击性，但我可以利用环境，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竞技场里的局势再次变得混乱，火焰女因为被转移了代价状态大跌，素刃被火球烧伤，对火焰女心生不满，两人之间产生了间隙。治愈女自顾不暇，根本无法再为他们提供帮助。而那个巨力汉趁此机会朝着火焰女冲去，想要报之前被丝线腐蚀的仇。我则躲在一旁再次观察局势，同时留意着那个一直存在感很低的透明女。这个女人太奇怪了，从博弈开始到现在，她一直站在原地，既不抢卡牌，也不攻击别人，甚至连异能都没有发动过一次。仿佛这场博弈和他无关，但能从怪谈里活到最后的，绝对不可能是普通人。他的异能恐怕比笔记男的还要诡异，只是他一直隐藏着不肯暴露。还有那个隐身人，自从异能恢复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显然是在暗中观察，等待被刺的机会。时间一点点过去，竞技场里的人数越来越少。巨力汉解决了火焰女，自己却被素刃偷袭，当场毙命。素刃解决了巨力汉，又和治愈女、预知者打作一团，最后3人2败俱伤，都被隐身人暗中解决。
隐身人解决了他们之后，正想朝着我冲来，却被突然出手的透明女一招解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短短几个小时，竞技场里的11个对手就只剩下了透明女和我2个人。72小时的倒计时还剩下不到48小时。竞技场里变得异常安静，只有冰冷的金属地面，还有散落在各处的规则卡牌和异能残留的痕迹。透明女终于从原地走了出来，她一步步朝着我走来，脸上依旧带着平静的笑容，仿佛只是在散步。透明女开口，她的声音很温柔，和她的气场完全不符。你很强，比我想象中还要强。我看着她心里充满了警惕，你也不差藏了这么久，终于肯出手了。说说吧，你的异能是什么？别再藏着掖着了。现在竞技场里就剩下我们2个人了，没必要再装了。透明女停下脚步，站在离我10米远的地方，她抬手理了理额前的碎发，轻声道：“我的异能其实很简单，叫做无存在感。从博弈开始到现在，你应该也发现了，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就算注意到了，也会很快忘记。我的异能发动后，所有对手都会下意识地忽略我，就算我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会觉得我是空气。”我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如此。这个异能太恐怖了，无存在感意味着他可以随时随地靠近对手发动偷袭，而对手却毫无察觉。刚才隐身人就是因为忽略了他，才会被他一招解决。随即我问道：“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暴露？”透明女淡淡道：“因为没必要，在其他人都在的时候，我只要隐藏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就好。因为你已经注意到了我，并且记住了我，所以我也就没必要再隐藏了。”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的异能也有弱点，只要对手明确注意到他，并且记住他的存在，他的无存在感就会失效。我继续问道：“那你的攻击手段是什么？总不能只靠无存在感，没有任何攻击能力吧？”我的攻击手段就是规则掌控。透明女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其实我并不是从普通的怪坛里出来的，我是上一任世界意志的继承者候选人，只是最后差了一步没能成功，所以被世界意志丢进了新的怪坛里。我的异能除了无存在感，还能轻微掌控规则，比如我可以修改你异能的附带代价，也可以让你的绝对防御暂时失效。话音落下，我瞬间感觉自己的绝对防御屏障开始晃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试图撕裂我的屏障，而我的头发也开始大把大把的掉，眉毛也在脱落，比之前转移给火焰女的代价还要猛烈。我心里大惊，不好，他真的能掌控规则。随后立刻拿出那张屏蔽一名对手的异能感知的卡牌，捏碎了它，将目标锁定在透明女身上。规则卡牌生效，以屏蔽参与者透明女的异能感知，持续10分钟。机械音响起的瞬间，透明女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她皱了皱眉，显然感觉到自己的异能感知被屏蔽了，无法再掌控规则，也无法再撕裂我的绝对防御，而我身上的不适感也瞬间消失，头发和眉毛也不再掉落。透明女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哦，你竟然还有这种卡牌！”显然没想到我手里还有这么多底牌。我冷笑一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能掌控规则，我能屏蔽你的感知，谁也不比谁差。”透明女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她知道在这10分钟里，她的异能感知被屏蔽，根本无法对我造成威胁，而我的绝对防御还在，她也伤不到我。透明女说道：“就算你屏蔽了我的感知，10分钟过后，你还是会死。我的规则掌控，不是你这种普通的卡牌能抵挡的。世界意志的力量，不是你能想象的。”我淡淡看着他，那就试试看。在这10分钟里，我有无数种方法解决你。说着，我朝着透明女冲过去。虽然我的异能没有攻击性，但我手里还有一张竞技场随机刷新一件怪谈世界稀有资源的卡牌，我可以利用这张卡牌刷新出一件有攻击性的资源解决它。透明女见状，立刻转身就跑，她的速度很快，显然也有速度方面的异能加持。我在后面紧追不舍，同时捏碎了那张稀有资源的卡牌。规则卡牌生效，竞技场随机刷新怪谈世界稀有资源异能增幅键。异能增幅键可临时赋予持有者攻击性异能，一键可斩断一切异能屏障，持续10分钟。一把泛着金色光芒的长剑从竞技场的天空中落下，正好落在我的面前。我一把抓住长剑，瞬间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我的身体。我的手里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剑气，这道剑气足以斩断一切异能屏障。透明女看到我手里的异能增幅剑，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知道自己这次真的遇到对手了，她不再逃跑，而是转身面对我，试图在这10分钟里突破我的卡牌屏蔽，重新掌控规则。但我不会给她这个机会。我抬手一挥，一道金色的剑气朝着透明女射去。透明女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抵挡，却被剑气瞬间穿透。她的身体化作一缕青烟，想要逃离，却被世界意志的力量锁住，灵魂被抽走，彻底消失在了竞技场里。解决了透明女，竞技场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冰冷的机械音在竞技场里响起。恭喜参与者公生在72小时异能博弈局中存活，成为唯一胜利者，解锁世界意志继承者权限。是否选择1.
成为世界意志继承者，掌控所有怪谈世界，修改一切规则。2，带着所有收获回归现实世界，永不被怪谈征召。同时，我脑子里也出现了2个选择：成为世界意志继承者，掌控所有怪谈，听起来很诱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修改一切规则。再也不用害怕被怪谈征召，甚至可以掌控别人的生死。但我想到了林雪，想到了刘洋，想到了陈强，想到了刘建国，想到了那些在怪谈里死去的人。他们有的只是想活下去，有的只是想把遗言带回现实，有的只是想为国家收集数据。世界意志把人当成棋子，玩腻了就抹杀，这样的权利我不想要。而且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穿越前只是一个在家看顶上战争，讨论红狗和白胡子谁更厉害的普通人。我想要的只是带着自己的财富，带着林雪的硬盘回到现实世界，过上安稳的日子，顺便帮林雪完成她的心愿，把那些研究数据交给她的团队，让他们能破解怪谈世界的秘密，防止更多的人被卷入怪谈。随即，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2个选项，我选择回归现实世界，选择确认。正在为参与者公声解封所有收获，开启现实世界回归通道。机械音落下的瞬间，竞技场的天空被撕开一道巨大的裂缝，裂缝里传来熟悉的现实世界的气息。同时，我之前被封存的一切都回到了我的身上。林雪的硬盘，那张有20多个亿的银行卡，还有我在怪谈世界里买的那些东西，甚至连我结印的首饰，还有我的异能，也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世界意志还为我的异能做了优化，去掉了被绝民监视的代价。我的异能从此只属于我自己，再也不用担心被人猜出来而死亡。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冰冷的竞技场，看了一眼那些在博弈中死去的对手，心里五味杂陈。规则怪谈从来都不是游戏，而是生死局，能活下来的都是踩着别人的尸体爬上来的。我抬脚走进了回归通道，裂缝在我身后慢慢闭合，竞技场的景象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城市街道，还有耳边传来的汽车鸣笛声、人群的嘈杂声。我真的回来了，回到了现实世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家居服，变成了我穿越前穿的那套休闲装，手里拿着林雪的硬盘，兜里揣着那张20多个亿的银行卡，还有我的异能依旧在我的脑子里清晰无比。我走到路边的一个便利店，买了一瓶水，顺便看了一眼便利店的电子钟，上面显示的时间正是我穿越的那一刻，1分1秒都没有偏差，仿佛我之前在怪谈世界里的所有经历都只是一场梦。但手里的硬盘和银行卡，还有脑子里的异能，都在告诉我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拿出手机，手机还有电，我拨通了林雪留在硬盘里的那个电话号码，电话响了几声被接了起来，那边传来一个沉稳的男人的声音：“喂，哪位？我是宫生，林雪的朋友，他让我把一份研究数据交给你们。”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随后传来激动的声音：“宫生先生，您还活着？林雪她怎么样了？我们已经联系不上她很久了。”我轻声道，心里一阵难过。林雪她在怪谈里牺牲了，她让我把这份硬盘交给你们，里面有她收集的怪谈世界的研究数据，还有关于世界意志的秘密。电话那边再次沉默，过了很久才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我们知道了，宫生先生，谢谢你。麻烦您告诉我您的位置，我们立刻派人去接你。你顺便为林雪举办葬礼。他是我们团队的英雄。”我告诉了他们我的位置，挂了电话，靠在便利店的门口，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心里百感交集。没过多久，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了我的面前，车上下来了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他们看到我手里的硬盘，眼中满是激动和崇敬。他们带我上了车，前往林雪所在的研究基地。研究基地在一座深山里，戒备森严，里面有很多和林雪一样的科学家，他们都在为破解怪谈世界的秘密而努力。我把硬盘交给了他们，他们立刻开始研究，而我则在基地里住了下来。林雪的葬礼办得很简单，只有研究团队的人参加，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悲伤。我站在林雪的墓碑前，把一朵白色的菊花放在墓碑上，轻声道：“林雪，我做到了，你的数据我带回来了，你的心愿我帮你完成了，你可以安息了。”之后的日子，我在研究基地里，把自己在怪谈世界里的所有经历都告诉了那些科学家，包括规则，包括异能，包括世界意志的秘密。而他们也根据林雪的硬盘和我的经历，破解了很多怪谈世界的谜题，研究出了防止被怪谈征召的方法，还有在怪谈里生存的技巧。而我也利用自己的异能和财富，为研究基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支持，让他们能更快地研究出破解怪谈的方法。我的异能也在现实世界里派上了用场，我可以用绝对防御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也可以用异能搞钱。每次结印喊出那句大坝谁修哈，上完厕所银行卡里就会多出99万，久而久之我的财富越来越多，而我也把这些钱大部分都捐给了研究基地，还有那些在怪谈里失去亲人的家庭。偶尔我还是会在家看顶上战争，只是每次看到屏幕里的结印手势，我都会想起在怪谈世界里的那些日子，想起林雪，想起刘洋，想起那些死去的人。我也会偶尔结印喊出那句大坝谁修哈，感受着绝对防御的屏障，感受着自己还活着的真实。那天我坐在研究基地的楼顶，看着远处的夕阳，手里拿着林雪的照片，照片里的她清冷的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笑容。一阵风吹过，耳边似乎又传来了那声熟悉的欢迎来到规则怪谈的世界。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从怪谈里活了下来，我拥有了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能力。我也会一直努力，让更多的人不再被怪谈征召，不再经历那些生离死别。而那句大坝谁修哈也不再是我在怪谈里保命的口号，而是我活下去的证明，是我对那些在怪谈里死去的人的纪念。生活还在继续，怪谈的威胁或许还在，但我会一直带着林雪的心愿，带着那些死去的人的希望，好好活下去，守护着这个真实的充满烟火气的现实世界。毕竟能活着真好。